终南楼观的夏天是个多雨的季节，一条条清澈的小溪自河谷中蜿蜒而下，汇集到终南山北麓的渭水之中，滋养了这条孕育出华夏文明的伟大河流。清晨的渭水之上，老子看着一层淡淡的水汽，如梦如幻，让他不禁想起了曾经与一个年轻人之间的对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也不知该于何处。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这是自然的规律，为什么要悲伤呢？这位感叹着时光飞快流逝的年轻人，就是被后世中国人奉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仲尼为什么不学习水的品德？水有什么品德呢？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天下之德也。公元前524年的春天，27岁的孔子为了学习先王之治、道德之规，来到周都洛邑，拜访熟于礼制的王家守藏室之士老子，便是孔子此行最重要的安排。在王宫的祭祀殿内，中国历史上2位享有盛名的思想启蒙者见面了。周礼的规则和严谨深深打动了孔子，在他的心中，也许只有恢复周礼，才是这个混乱迷惘的时代里安定天下的必由之道。对于当时的世道啊，这个儒道两家的创始人孔子和老子，有共同的感受，就是都是天下大乱或者天下无道，但是这个原因他们的理解又不一样。当然，孔子认为这个主要是由于周礼的破坏，礼崩乐坏，因此呢，他认为如果恢复了礼乐文明为礼乐制度，那么社会就会回到原来的比较好的状态。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曾这样记述过老子对孔子的告诫：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秘藏，不让别人看见，虽然富有，却像什么也没有。德高的君子往往像个愚钝的人一样，毫不外露。可是现在这个时代，礼崩乐坏，只有广大士子挺身而出，去不折不扣地恢复周礼，让人们懂得仁义，这才能让天下安定啊！仲尼，如逢时，则可一展胸中之抱负；如不逢时，则应顺自然之理，不必以己之身强托于人。儒家是讲究尊卑等级，因为他认为只有个人和整个社会都严格的按照尊卑等级来做，这个社会就安定了。一旦这个等级秩序被打乱了，这社会就会动乱。
此时，孔子对自己的想法充满了信心。他并没有因为老子的话而放弃心中的志向。克己复礼已成为孔子一生为之奋斗的梦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3个月的周礼学习转瞬即逝，老师与弟子到了分别的时候。我听说，富贵的人送别人金钱，我不富不贵，没有钱送给你，只有几句话，全当作送别的礼物。当今世道，聪明而深察的人，他之所以遇到要丧命的灾难，是因为喜欢嘲笑别人的缺点。为人之子，别以为自己多么高明；为人之臣，别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希望中你能够牢记。孔子带着兴奋而又失落的心情离开了洛邑，而老子此时却隐隐预感到了孔子那崎岖坎坷的未来。公元前516年，当老子应尹喜之请，在终南山注写《道德5000言》的时候，孔子也正乘坐一辆马车，急匆匆奔向齐国，准备向齐景公宣讲自己的经世之学。在临淄的齐侯大殿中，孔子第一次提出了恢复周礼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理论。但是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却丝毫也没有能够打动想要一心恢复霸业的齐国君臣。孔子在无情的现实面前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失败。在离开临淄城的那一刻，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大道隐没了。这或许就是对老子当年教诲的一种怀念吧。晚年的孔子曾这样评价过老子：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能跑的，我可以用网去捉它；能游的，我可以用丝线去钓它；能飞的，我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乘风云上天的。我见到的老子，他就像龙一样深不可测呀。公元前5世纪前后，中国进入战国时期，弱小的诸侯纷纷消亡，7个强大的国家开始了天下一统的争夺。在这个纷扰而自由的乱世里，孔子的儒家学说日趋发展壮大，门生信徒遍布各国。他的著作语录也开始被世人奉为经典。但是，儒家汲取道家思想的脚步，却始终没有停止。
公元前290年，临淄这座曾经让孔子失意的齐国都城里，发生了一件轰动天下的大事。在以学术氛围自由开放著称的稷下学宫里，即将展开一场由齐王亲自主持的争辩。辩论的双方，一位是鲁国大学者孟轲，一位是来自赵国的年轻士子荀况。不过他们还有着一个共同的名称，那就是儒家门生。这是一场关于儒家思想如何吸纳道家思想的辩论。辩论的题目就叫天道言人事。从孔子到孟子，他们这个天都有神秘的道德这个属性。到了荀子这里呢，这个天就被还原成了自然之天。那这样一种思想资源，就明显的是受到了道家的自然观的影响。辩论中，荀况凭借着对道家思想的深刻理解，驳斥了孟轲以人道为本的理论。在齐王与众士子的一致评判下，荀况赢得了辩论的胜利，让籍籍无名的他成了儒家门派中新一代翘楚。而这场辩论最大的成果，就是正式宣告着儒家思想将对道家理论进行系统的吸收与融合。自此以后，儒道相合，儒家本体理论的构建中有了道家思想的印记。在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间，儒道两家始终是互补的，甚至于包括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可能青年时期是儒家思想为主，道家思想为辅的，但是到了他的晚年，他可能道家思想为主了，儒家思想为辅了。儒道两家思想历来是互补的。在先秦时代，荀况是第一个将道家思想引荐给世人的学者。不过，第一个为老子著书立说的人，却不是他，而是他身边最为出色的学生韩非。公元前234年，身为秦国客卿的韩非，被同窗好友李斯诬陷谋反。盛怒之下的秦王嬴政将他投入死囚。蒙受不白之冤的韩非不甘心命运的捉弄，他渴望活下去，因为创造一个法治的天下，是韩非平生最大的梦想。就在这个时候，李斯在他的面前出现了。这个以狡诈著称的秦国廷尉对韩非说：“只要他写出最优秀的策论，就能够得到秦王的赦免。”幼稚而天真的韩非再次相信了自己的同窗。在幽暗的牢狱之中，心存希望的他，将胸中的才华全部释放出来，写下了数篇传颂千古的精彩文章。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解老》和《喻老》。老子所著写的《道德5000言》，在先秦时代的名称就是以老子的名字命名的。而在东汉道教建立之后，
这本书才改名为我们今天熟知的名字《道德经》。解老和喻老正是流传至今最早解释《道德经》的文字。韩非在这2篇文章中，用寓言体的方式揭示了老子所蕴含的深刻含义。其中，我们今天熟知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就是在诠释《道德经》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不过，福祸相依的人生哲理，很快就降临到韩非自己身上。由于韩非写的策论文采四溢，见解高远，李斯看到后，心中十分妒忌。昔日的同窗，成了今日李斯心中最为害怕的对手。在一个深秋的夜晚，他亲手为韩非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凄凉的句号。公元前233年，为了防止秦王会再度启用韩非，李斯以秦王的名义赐给韩非一杯鸩酒，结束了这个战国最后一位大家的生命。韩非的死，不仅是学者个人的悲剧，还是这个大动荡的时代里最后的挽歌。在这个新的国家里，皇帝代替了神的地位，皇帝的意志成了天下臣民行为的唯一准则。任何敢于挑战皇帝权威的思想，都被视为异端邪说。公元前213年，随着一道圣旨从显阳皇宫中发出，中国历史上一次惨烈的文化浩劫开始了。奉秦始皇的命令，天下除农书、隶书、秦朝史籍、法家学说以外，所有学派的著作通通烧掉。与此同时，461名以儒家门生为主的士子被一同送向了死亡。一扇由诸子百家开启的思想自由大门从此关闭，百家争鸣的开放时代也一去不返。但是，以果敢暴虐著称的秦始皇，并没有将老子的《道德经》列入焚毁之列，因为秦始皇知道，他眼前的这份竹简，300年来，已经随着众多学说的借鉴和学习，融入到了世人的血液当中。无论多么大的权力，都无法将道的精神抹去。这里是中南楼观的说经台，相传老子曾在此处为尹喜讲经说道，说经台的得名由此而来。
根据当时学者们授徒的惯例，尹喜在楼观南方约1000米的小丘上筑起了一座高台，恭请老子为其传道。这是历史上老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宣讲自己的道家学说。关于老子讲经说法的具体过程，今天已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去想象，当老子面对着终南山中的渺渺雾气，感受着天地之间的浩然博大时，他的声音必然在悠远的天际回荡。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如同天籁般的声音中，这座海拔只有590米高的山梁，同老子一起成为了令后人不断追寻的哲学之巅。终南山鼓楼观的名字，在以后的岁月里传遍天下。